科技消息，趕快來看到的是艾斯摩爾帶頭公開，終於要倒戈了，怒嗆美國的封鎖只會養大中國大陸的科技產業。另外一方面，今天會來看到的是這一間科技公司中微現在打進了3奈米製程，華為逼退了輝達，殺出血路。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看到美國跟中國大陸打這一場科技戰，一路的封鎖許多大陸的科技哦，包括從華為開始，還封鎖了 EUV、DUV， 讓中國大陸拿不到。那麼最新消息呢？美國國會現在準備推出的這個是硬體技術控制多邊協同法案，意思就是說，不只是美國對於中國會有所限制，要求呢，美國的盟友啊，你對於中國出口也要更多的加緊管制這個出口。那麼歐洲國家現在這個半導體巨擘呢，他就率先說他不服氣了。他是誰呢？就是艾斯摩爾了。荷蘭政府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向美國正式的提出了抗議。艾斯摩爾在此刻開始意識到了，就是因為你美國親手不斷的限制中國大陸，甚至要求艾斯摩爾禁止出售自己的光刻機給大陸，造成大陸現在是這個競爭對手啊，正在不斷的壯大當中。我們來看到艾斯摩爾的高層怎麼說。首先是執行長傅凱，他說，用沙漠求生來比喻，美國越封鎖，中國大陸就會不斷的加速自己的研發，開墾出自己的菜園，都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前艾斯摩爾的技術長馬丁也直接說了，5年之內，大陸就會成為艾斯摩爾最強勁的競爭對手。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你還要繼續對大陸做封鎖措施嗎？確實，我們來看到大陸近年來的變化，是整條供應鏈是在加速成型當中的。今天特別來看到了這一位重要人物，他是中國大陸的蝕刻機之父尹志堯公開發話，他說：“我們已經有能力做全球最先進的設備了。”他的底氣來自於哪裡呢？我們要來看到，他現在已經正式的切入到3奈米到5奈米的節點，這是來自於他的蝕刻設備哦，打入最先進的3奈米、5奈米了。他也說呢，中芯國際也直接跟我們下單了，一買就是採購800台的這個設備。我們來看到低溫的蝕刻設計的技術有哪一些重大的突破？主要就是它可以一直做層層的堆疊，最多呢是達到400層，那麼提升的是3D 的 NAND 堆疊的作用，在低溫零下20度以下可以做施行。這項技術本來是美國跟日本所擁有的技術，現在大陸等於是突破了。那因此，美國也開始在想說，過去對於大陸的種種限制到底有沒有做對？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看到美國越封鎖，是不是加速了大陸半導體的全條鏈的形成呢？荷蘭接下來會怎麼做呢？真的會配合美國嗎？還是會走出自己的一條路？苑老師怎麼看？這個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就是美國政府裡頭制定政策的人啊，是違反這個自由交易的原則。然而這些實際上從事這些技術的人呢，包含這個黃仁勳啊，或者說是蘇姿豐啦，或是這個傅凱啊，這些這個艾斯摩爾的這個 CEO 的話，他們是覺得說這個技術啊，就是要強調是屬於這個自由流通的原則。那我剛剛稍微跟大家強調一下，這個傅凱啊，他也就是艾斯摩爾的 CEO 啊，他講了什麼話呢？他講說在目前為止啊，有關於這個光刻機啊，不管是 DUV 或者 EUV 啊，那當然的，荷蘭最高級的是 EUV， 還有更先進的。那麼他們目前的話呢，所制造出來的芯片的話，是這個求大於供啊，就是說是大家需求量非常大，所以說現在這個是一個擴張領土、佔據你的影響力的機會啊。那包含黃仁勳的 NVIDIA 的話呢，它的這個生態叫 CUDA， 也是希望借這個機會讓大家能夠習慣於用他們的產品，就像我們現在用的那個 Microsoft 的電腦裡面的軟體是一樣道理。是。那但是他講的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我們這個荷蘭的 ASML 的利潤非常豐厚啊。所以說，該能賺錢的時候，這個做生意的人心裡都非常明白，能賺錢的時候不賺，那麼等到以後沒機會了，你再努力也沒有用了。所以這裡面基本上牽涉到2種經營的觀念不同。但是第3點的話呢，這個傅凱他講的觀念是這樣子，他說呢，如果你現在不賣比較好的機器給中國的話呢，那就等於是說把他們送到沙漠去，然後不給他們任何食物的時候，你要記住，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創造出或是耕出自己的食物來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這樣做，因為那是生存問題。他講了這個生存問題，所以這裡邊的話，我跟大家說補充一下。所以我覺得富凱講這個問題的話，大家會覺得很奇怪。現在做這種半導體科技、做芯片、做晶片的，大部分都是長我們這種臉，荷蘭是唯一的例外哦。就美國也是我們這種臉啊，你做 AI 的更是我們這種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就是因為是我們這種臉，所以你看看那個中國的這個光刻機之父以至堯。也就是我們這種臉，你認為中國做不出來嗎？這個是哲學的問題啊。就是說，我們人做科技，科技不是發明啊，科技是發現。發現什麼？發現自然的規律。發現自然的規律以後呢，經過了積體電路的集結，讓它變成能夠使得自然會屬於我們的控制之下。你只是發現規律，只有上帝能發明。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假以時日，終必有成。所以黃仁勳講到說，哇，我們現在在市場上已經是，如果我們不賣給中國，那中國的華為就馬上取代我們。那你現在看到中興啦。然後中微啊，什麼都陸陸續續出來了。我給你坦白講，最多3到5年，全部都出來了，不用了，也不用你麻煩了。对，確實哦，如艾斯摩爾的這個前技術長特別講了，就是5年之內，就是中國大陸會成為艾斯摩爾最大的競爭對手。也就是說，中國大陸接下來有辦法來自己建立自主的半導體相關供應鏈嗎？那酈將軍怎麼看這些評論？美國國會已經大幅的刪減對中國這個晶片設施裝備的一個禁運的清單了。為什麼美國會突然說是開放，然後刪除掉禁運的清單呢？就是很多的技術中國自己本身做出來，其中有一個最明顯的就是低溫蝕刻的這個技術，中國自己已經可以做得出來。那在這種狀況下，美國國會說我在對你實施禁運清單已經毫無意義了。那這個。美國其實從一開始，他發現中國也有機會，有這個能力發展晶片以後，我們知道他說採取的就是小院高牆的策略嘛。我從幾件事情，從時間序來跟各位觀眾做一個報告。在2018年的時候，中國那時候為了發展自己的晶片，知道中芯國際為了買做出這個先進的晶片他去買了 EUV 的，跟艾斯摩爾買了 EUV 光刻機。但是後來被美國攔下來，不准你賣給中國，所以中國那時候就沒有 EUV 它就不可能生產先進晶片。但是那個時候還給 DUV， 那中國利用 DUV， 它居然原來認為只能做出28奈米成熟製程的，但是中國自己本身利用這個 DUV 重複曝光的技術，雖然說是良率可能比較低可是它因此而也做出來所謂7奈米的晶片。大家還記得嗎？在2023年的時候，那個華為它的 Mate 60做出來以後，大家嚇一跳，美國嚇一跳說你怎麼可能做出這種7奈米的晶片？我不是對你禁運這個光刻機嗎？那你怎麼可能有7奈米的 Mate 60用的是7奈米的晶片？所以那是證明。後來大家去猜半天，研究半天，後來沒想到中國居然是用 DUV 這個做出來的。那所以因此這個美國也叫艾斯摩爾開始對 DUV 也要管制。所以艾斯摩爾人家會講這種話嘛？你如果一直對他管制，他到最後你就逼着他自己做出他自己的晶片出來。所以因此我們看到在2020年的時候，這個中微就是這一家這個中微這一家，中微可以比照就是荷蘭的艾斯摩爾啦，他是做光刻機的，叫中微那中芯大概比照台積電是生產晶片的。那如果說再往上面的話，像這個 NVIDIA 他們是設計晶片，大概區分為這3個層次。那中微那時候在2020年的時候，它已經可以做出28奈米的晶片的這個機器出來。那現在來講的話，甚至於在2023年的時候，這個荷蘭的艾斯摩爾，它在中國的營收佔比已經很明顯的下降。因為中國來講，我就不需要再去，我自己可以做出中微，自己可以做出光刻機，那我做出28奈米，那我幹嘛還要跟你買 DUV， 還要跟你買這些設備？買這些東西之後，如果說後續來講維修、保養、維護，我都會被你卡脖子，那我一定是自己用自己的裝備，用自己的公司器材設施來做。這也就是黃仁勳為什麼說中國的這個，如果說再不趕快把這晶片賣給中國來講的話，這個中國自己以後不管是從這個最底層的中微的光刻機這中芯國際的製造光片，甚至於更高層的設計晶片，甚至於 DeepSeek 它都可以做出自己的 AI 系統出來。所以說黃仁勳才會這麼着急。
好，確實哦，在美國的這個封鎖之下，我們看到艾斯摩爾這一次成為了一個受害者，所以自己呢，包括執行長跟前技術長都特別出來喊話，就是他們的設備賣不出去，反倒幫助大陸加速做這個設備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另外一個受害的廠商，就是往更上游走了，就是晶片設計廠商，它是輝達。黃仁勳現在呢，乾脆也不演了，直接坦承中國市場，乾脆我們就是全部拱手讓人了，全部讓給華為吧，甚至公開就稱讚說華為非常的強，而且呢，他直接說了，今年華為會迎來非常非凡的一年。超微執行長蘇姿豐一樣的在半導體晶片設計廠商，他也說，不再期待最先進的晶片能夠進入中國大陸的市場了，代表如黃仁勳說的嗎？接下來 AI 市場會完全的全權都交給華為了嗎？等於說黃仁勳完全放棄了嗎？那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要從2個方面來看，因為中國大陸為什麼有這個底氣、有這個實力，從2方面。第一個，我們看論文發表數，我們論文發表數，中國大陸在2025年論文發表數總共是15萬篇，在國際期刊呢，不是你在國內的，這個具有這個學術地位的，這個被引用率就是它熱點論文。你論文有的時候是一般來講，有的是那種形式上的論文，熱點論文它佔了39%，關鍵這個論文是有價值的，因為大家都要引用，它有原創性，是這個樣。那這樣的，你看占全世界的39%，高不高？夠高了。第二，我們來看專利數，中國大陸的專利數累積量已經到532萬件。530，當然有的專利是也普普的，這不具有這個經濟價值商量。